他怎么到点就下班啊？他这也太准时了吧！工资买我8小时，1秒都不多送。啊，这才是人生。工作是什么？能吃吗？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哦，下班了。所以呢？作为我的首席秘书，他的手机不应该24小时待命吗？这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反了他了，这个叫苏妖的女人，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一到6点，电脑一关，人就消失。平时就算了，今天这个习惯简直碍眼到了极点。很好，非常好，明天就让他卷铺盖滚蛋。喂，宝儿。亲爱的，干嘛呢？看电影呢，刚开了瓶好酒，蹭一杯。行，等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哟，总裁大人还挺执着，可惜了，下班时间狗都不理。他知不知道这个合作有多重要？知不知道耽误1分钟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他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苏妖来了吗？回陆总，苏秘书是卡着打卡器08点59分的倒计时进来的，1秒不多。无视我15个夺命连环 call， 他居然在浇花！要不是海外模型只有他能修，早把你开了。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哼着不成调的轻筷子。陆总，早上好。好，苏瑶，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感觉老板发火了。完了完了，被叫进去了，感觉大事不妙。凶多吉少啊！陆总，您找我。等他害怕，等他心虚，等他主动开口解释认错。陆总，您找我。苏瑶，昨晚6点45分开始，到晚上8点，我给你打了15个电话，解释一下。抱歉，陆总，现在是工作时间，您可以吩咐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事项。苏瑶，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职位？在环宇集团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下班这2个字。公司支付给我的薪水是用来购买我周1至周5合计8小时的工作时间，其中并不包括我的私人生活和个人时间。至于昨晚是非工作时间，根据我们签订的劳动合同第3章第4条关于工作时长的规定，我并没有24小时待应义务。好，很好，让王经理，人力资源的立刻到我办公室来，立刻！陆总，您找我。我们公司的合同是不是允许员工下班失联？说，陆总，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确实没有。陆总，如果您没有其他吩咐，我先出去准备10点钟的会议资料了。开除！讲道理讲不过，拿制度压不住。好，很好。既然你苏妖这么讲原则，这么守规矩，那工作本身总该做得完美无差吧？苏秘书，你进来一下。苏秘书，你很让我惊喜啊。经典流程，吵架吵不赢就开始翻工作旧账。陆总过奖了，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好一个分内的工作！那我问你，我昨晚让你立刻处理的那份紧急报告呢？就因为你那所谓的私人时间，海外分公司那边一直等着数据，这个项目要是耽误了，责任你担得起吗？陆总，您是说这份关于天穹计划的风险评估紧急报告吗？这份报告我在周5下午5点58分，也就是下班前2分钟就已经完成了最终版，并且已经发送到了您的工作邮箱。邮件标题明确注明了紧急与天穹计划字样，同时退档了项目组所有相关负责人。如果您邮箱里的邮件太多不方便查找，可以直接看这份。陆总，请问这份报告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吗？如果报告没有问题的话，我先出去准备会议资料了。这个苏瑶到底是个什么怪物？老张，
小李，来一下，怎么样？怎么样？苏然是不是被开了？一字没提。那大老板叫他进去干嘛？罚站吗？苏瑶姐直接拿了个平板，甩出一份完美的报告，把老板的嘴都给堵死了。唉。苏秘书，进来一下。陆总，请问有什么吩咐？把集团成立以来这5年所有的会议纪要全部整理出来。好的。我要电子版，按时间、项目、重要顶级进行分类，附上关键词索引和500字内的高度概括。请问时限是多久？下班前。收到。1个小时内，我要看到一份关于星辰资本最新投资的那个云端厨房项目的初步看法报告。好的，陆总。市场部找个由头，让苏秘书帮忙核对一下上季度的推广数据。财务部把下个月的预算草案初稿发给苏秘书，让他提意见。行政部，苏秘书，麻烦帮忙看看这个。苏瑶姐，陆总说这个要数据核对，请直接与数据组的小王对接，他有最高权限。预算草案请走完内审流程，我只负责格式复核。参考集团 SAP 第11条第3款，你们的流程有误。邮件发送成功。陆总，这个项目确实……所以，你们花了3天就给我这个结果。陆总，你听我说，因为营销部对接问题，耽误了很长时间。5点58了，苏瑶那个女人肯定已经收拾好包，准备冲刺打卡了。她下班到底在干嘛？修仙吗？还是在搞什么秘密的人体改造实验？气死我了！我得看看她下班后究竟干嘛。今天就到这里，散会。出现了，今天都要看看这女人在搞什么名堂。刘飞，跟上前面那辆白色的小车，保持距离，不要被发现。什么鬼地方？他去哪儿？私密会所，或者去见某个重要的客户，甚至是竞争对手。老板，还跟吗？跟！陆总，跟丢了。跟丢了！我陆建言，上届常胜季军，把自己的秘书给跟丢了。跟踪失败，被一个老奶奶的花车给搅黄了。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一定有鬼，要么被挖角想跳槽，要么在外面搞见不得人的副业。对，一定是这样。陈助理，老板有什么吩咐？去查苏瑶，查他最近的社交圈、资金往来，以及有没有和星辰资本那帮人接触过。这就是你查到的所有东西。老板，常规渠道能查到的就这些了。苏秘书的私生活非常健康，不过我在调查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 Vlog 账号，叫不晚食堂 ，IP 就在他住处附近。把链接发我。晚上好呀，这里是不晚食堂。今天工作累不累？反正我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他，真的是他，这双是我认的。所以今晚我们来做一道超级简单的奶油蘑菇意面，犒劳一下辛苦了一天的自己吧。你看这个泡泡是不是很可爱？撒上一点黑胡椒和罗碎，灵魂就来了。认真工作，好好生活。今天也辛苦啦。这真是他。今晚来的都是重要合作方，你代表的是黄宇的门面，表现好点。好的，陆总，我是会当众掀桌子，还是会抱着香槟瓶子吹喇叭？放心，只要计费，我情绪稳定的像块石头。陆总啊，你这位苏秘书可真是年轻有为，赏脸喝一杯。钱总您过奖了，实在抱歉，我酒精过敏，一滴都不能沾，否则轻则进医院，重则直接影响天穹计划后续的运数据对接。您知道的，这个项目陆总最看重效率。瞧见没？我的人，专业。光喝酒没意思啊！我刚在楼下订好了高尔夫球场，咱们转场打几缸去。陆总，各位老总，时间不早了，我晚上还有一个私人预约，就先失陪了。苏瑶，我都要看看你要去哪儿。
开除他。开除了，不就等于认输了吗？让刘发到我办公室来。陆总，你去给我准备一套衣服，普通人穿的衣服。陆总，您指的是哪种普通人？就是那种走在大街上不会被人多看一眼的。半小时之内，我要看到东西。凭什么？我在公司气得肝疼，他在这里玩尼姑。一位，没预约。先生，玩这个讲个心境，不用教。先生，这泥巴跟你有仇？抱歉，手滑。这位先生，您的作品很有个性。这是后现代解构主义风格，你不懂。它表达的是当代人在高压职场下扭曲的内心世界。哦，那这个塌下去的洞是？那是灵魂的缺口。那确实是一件充满灵魂的作品，建议您烧制出来，摆在办公桌上，时刻提醒自己灵魂有个缺口。嚯，小伙子，你这捏的是个啥？陨石坑？结账。不用找了，剩下的钱，把这坨泥巴给我埋了，后葬。陆总，苏秘书，这么巧，没想到你也喜欢这种地方。原来陆总平时的管理风格是参考这种文献建立的。这不是我拿的，那是书架硬塞到您手里的。这只是个意外，我觉得内容很肤浅，极其肤浅。那本书我买了，烧了它。苏苏，你老板太逗了，陆少轻点宠。那是初中生看剩下的，我拿来垫桌角的，刚才随手塞回去的。确实挺逗，不过比起书里的纸片人，活人似乎更有意思一点。老板，这书别烧了。咋了？你要收藏？留着吧，万一下次他再来，我也好有个共同话题。查一下，猫最喜欢吃什么？要最贵的、最好的。下来，过来吃。怕什么？吃！我竟然被一只流浪猫嫌弃了。陆总，你怎么在这儿？路过。这里是死胡同。考察地形，环宇打算收购这片区域做员工宿舍。那是给员工准备的夜宵？不是，这里环境太差，野猫乱窜，不安全。好了好了，小橘乖。陆总，有些东西不是越贵越好。比如猫，它们很敏感的，能分得清谁是真心想喂它，谁是别有用心。他觉得我在用资本收买他。陆总，如果考察完了，不如早点回去。这一带路灯不好，容易摔跤。确实没什么开发价值。连猫都嫌弃，这气场也是没谁了。开车。陆总，那这鱼拿回去喂狗。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救，虽然笨了点儿。哟，这屋里什么味儿？滚！让我猜猜，陆大少爷这是怎么了？股票跌停了，还是被董事会那帮老头自送够了？不对呀，我看新闻，环宇最近股价都要冲破地气门了。如果你是来看戏的，门在那边。我是来拯救你的，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我听司机说，你最近几天神出鬼没的，下了班不回家，也不去公司。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项目。项目？还有你陆金言搞不定的项目？对方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但我尝试了切入，效果很不理想。陆继言，你也有今天，你看上哪家姑娘了？居然还用项目来形容人家？闭嘴，不是看上。行行行，企业文化。所以，你穿着几十万的高定西装，拎着几百块一斤的深海鱼，蹲在路边喂卧猫？你的意思是，我的策略方向错了？你说的对，我之前的路子走窄了。这顿酒算我的。去订花，要红玫瑰，最顶级的那种，空运过来。不需要通知公关部，这是我的私事。
奇怪，降温了吗？算了，不想了。周末出门，简直是谋杀生命。庆功宴上那位孙董让人送来的2张展览入场券，黄牛价已经炒到了880一张时，不去就是犯罪。让我看看这880块钱到底画了些什么。这位艺术家擅长用光来探讨存在的瞬间与永恒，您也喜欢他吗？谈不上喜欢，只是觉得这幅画挺写实。写实？你看这团灰色，像不像周一早晨的大脑？混乱、迷茫，还带着点没睡醒的起床气。再看这几条金线，像不像老板画的大饼？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只不过有些人的生活是诗和远方，有些人的生活是雅芳和账单。陆总，我们去上面。一会儿你去把我的车开过来。重新认识一下，裴松之，一个经常画饼，但也努力不让大饼掉在地上的俗人。苏瑶，一个擅长吃饼，但绝不吃亏的打工人。苏小姐也是被朋友拉来充数的。算是吧，毕竟票价挺贵的，浪费了可惜。你知道吗，苏小姐，很多人觉得工作和生活是对立的，就像这幅画里的风和树。难道不是吗？树想静静，风偏要来撩闲，这不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也许树也是享受风的呢。如果没有风，树就只是一根插在地上的木头。风赋予了它动态的生命。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去给工作填坑。裴先生，您这番话要是让我们陆总听见，他估计会觉得您是在动摇军心。这人是有病吧？工作手机打不通，居然翻出了入职档案里的紧急联系人电话。怎么，骚扰电话？是债主。看来苏小姐的周末注定不平静了。不，我的周末必须平静。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让我加班。你看这个钟，像不像周五下午4点59分的时间流速，慢得让人想报警。陆总，您看那幅无尽的沉默，虽然只是一团黑，但那种压抑中的爆发力真是让人震撼啊！确实震撼。省电模式下的显示屏大概也是这个意境。陆总真幽默。其实我觉得作者画这个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饿了。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觉得那是知识留心的质感。苏小姐，虽然这么说有点老套，但我真的不想错过一个能聊披萨美学的知音。加个微信。好啊。陆总，怎么了？是不是这茶不合胃口？王总，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苏秘书，看来你的手机并没有坏。陆总，真巧。不巧，我刚才给你打了电话。是吗？可能展天信号不好。信号好，你能走能扫出二维码？你是连上了外星卫星吗？陆总，现在是下班时间，苏小姐有权利享受她的私人生活，也有权利结交新朋友。朋友？苏瑶，看来你的审美确实有问题。这种把时间像垃圾一样随意丢弃的话，居然能让你笑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学生。陆总，根据劳动法，下班时间我有权拒接工作电话。至于我和谁交朋友，看谁的话，笑得像小学生还是幼儿园，那都是我的私事。跟我走！去哪儿？陆总，你疯了吗？加班。那份文件的数据全是错的，公司要倒闭了！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去公司！你是不是巴不得我破产？陆总，就在3分钟前，美股收盘，晃允集团的股价上涨了2个百分点。除非您刚才一时兴起，把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全捐给了南极企鹅保护社会，或者您把它们全部取出拿出来去打水漂了，否则我想不出任何公司倒闭的理由。脸都在这1分钟丢完了。苏秘书，幽默感并不是你推卸责任的借口。虽然公司暂时没有倒闭，但明早8点的跨国视频会议至关重要。作为首席秘书，你不需要提前温习资料吗？陆总，我的记忆力很好，资料都在脑子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距离明早8点还有12个小时。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嘴皮子这么利索？陆总，久仰大名，我是星辰资本的裴松之，之前在财经风上远远见过陆总一面，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上。明明大家都是男人，凭什么这货要在苏瑶面前装大尾巴狼？听说裴总最近投了几个搞有机农业的项目，怎么不想搞金融，准备去种地了？陆总说笑了，农业是民生之本，就像生活是工作的基石，就像苏小姐刚才说的，下班时间确实应该留给生活和朋友。
苏瑶，跟我走。陆总，关于分公司的数据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项目是张副总负责的。既然出了问题，你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张副总，让他去核查，而不是拽着您的行政秘书去干财务总监的活。所以陆总，这锅我不背，这班我也不加。裴先生，今天很高兴认识你，关于那幅画的见解很有趣，下次有机会再聊。陆总，看来您的员工管理艺术还有待提升啊，管好你自己，还有，离我的秘书远点。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熬夜也好，黑客也好。陆总，明天早上上班前，我要看到星辰资本裴松之的所有资料，所有，越详细越好。是，陆总。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笑得真假。裴松之，30岁，沃顿商学院全额奖学金，25岁创立星辰资本，5年成为业内新贵，有点本事，但不多。黄玉随便一个季度的流水都能压死他。名言是注重人文关怀，榨干的是未来。这不就是指着我的鼻子骂吗？我的爱好开会、看货表、审核项目计划书。他的爱好国家地理大奖、满书认证，每年捐助8位数。他的粉丝比明星还多。我的评论区全是黑粉。是我哪里不如他？一个只会用命令和金钱解决问题的机器，换作是我也选他呀。陆总，海外分公司的视频会议马上开始。知道了。The situation in Europe is currently under control, but we need more support. 所以我们认为第3季度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陆总。陆总，就按你们说的办。苏瑶，跟我走。陆总，关于分公司的数据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项目是张副总负责的。不行，得找点别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大家好，冰糖要小火慢熬，等到颜色变成焦糖色，再加入清水。我必须得做点什么。刀工不行，切的厚薄不均，要高高在上与报复性的嫉妒火候。糯米太烂，糯米盐渍来掩盖，并加预强发酵。他肯定会想，这是哪个美食家要求这么苛刻，哪怕只有一点点。这个周末复刻的，看起来是真粉丝。一片空白，注册时间今天，动态为0，僵尸号找茬。别说，这家伙说的还真有点道理。赶时间切急了，关火晚了1分钟，极其微小的差别，不暂停个7、8遍根本发现不了。刀工不行，火候也过了，他肯定气得柳眉倒立，默默删掉评论。他没删，没生气，还请我连麦指导，丢人，太丢人了！我总不能在晃宇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开摄像头，教他怎么切排骨吧？可不知怎么的，竟然还夹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高兴。删评拉黑是懦夫行为，我会让你见识什么是真正的专业。苏瑶的20几个视频，我从头到尾一帧一帧的看，找到了，这内容是为做一道画眉小排，构图有问题，色温失之，完全没有体现出食物应有的清爽感。我看你这回怎么狡辩？没办法，可能做菜的时候想到了还没发的工资吧。这么快就回复了？悲从中来。焕宇集团什么时候拖欠过你这个总裁秘书的薪水？小学文化，好锅换学历。他今天怎么没更新？什么时候开始看他更新，已经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了。完蛋了，我好像真的动心了。大家好呀，今天我们挑战一道硬菜——松鼠桂鱼。大师，您光说不练啊？关键就在刀工和火候，看好喽，搞定，是不是很简单？陈助理，进来一些。上面的东西，下班前全部买齐。陆总，这些东西是家里要用吗？不该问的别问。好的，陆总。还有，再买一套顶级的厨房刀具和一件男士围裙。第一步，处理鱼，我们先从鱼的下颚处。
是不是很简单？陆先生，您家的火警系统被触发了，请问需要消防支援吗？不用，我在做饭。我在陆家干了快10年，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唯独没见过这凶案现场。没什么，把这些都处理掉。全世界现在只剩一种味道，那条死不明的鱼的焦糊味。老子确实不会做饭，但老子有钱，都给我闭嘴！你们快去看那个视频！你们快去看那个视频！10万块，相爱相杀，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套路？榜一大哥！这人莫不是把脑子给烧坏了吧？昨天还是美食评论家，今天就狂砸10万。算了，世界上的傻子千千万，有钱的占一半。邀请我共进晚餐，主要目的是为了感谢我上次分享的独到见解。时间地点我来定，他随时配合。那把地点选在不玩小巷，如果连吃都吃不到一块去，那这朋友也不用交了。这10万块还不如拿去买核桃补脑子。说，陆总，苏秘书去了不玩小巷的一家深夜食堂，好像在等什么人。我隐约听到苏秘书说：“我到了，裴先生你呢？”哪个裴先生？这我就不知道了。星辰资产、裴松之都挖到我眼皮子底下了。哟，陆大总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个点不应该是在文件堆里窒息吗？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我的人可能要被裴松义撬了。你的人谁呀？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那个能力特别强，但是总是准点下班的秘书？怎么，他终于把你给炒了，投奔光明的裴总去了？他正在和裴松之吃饭。吃饭？在哪儿吃？吃的什么？烛光晚餐吗？我跟你说，老陆，裴松之那家伙最会来这套了，红酒、鲜花、小提琴3套下来，小姑娘基本就找不着北了。我该怎么办？这还用问？直接杀过去啊！杀过去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宣示主权啊！你想想，你西装革履的往那一坐，气场全开，裴松之那小白脸算个屁呀！天哪，陆总下班了，现在才7点多，太阳是炸了吗？你们看他那表情了吗？吓死我了，我以为公司要倒闭了。陆总，不玩小巷，用最快的速度。完了，这架势不像是去谈生意，倒像是去捉。如果苏瑶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该怎么回答？路过？太假。谈生意？这破巷子里有什么生意好谈？就说我饿。对，就这么办。陆总，就是那家。奶奶，老样子，1份玉子烧，1份烤秋刀鱼。哦，对了，再加1份九蒸蛤蜊。那我就不客气了，1份天妇罗拼盘，再要1份和苏小姐一样的烤鱼吧。陆总，真巧。老板，点菜，玉子烧、烤秋刀鱼、九蒸蛤蜊，都要双份。陆总的口味和苏小姐还真是相似。奶奶，麻烦再加1壶姜撞桃，要热的。晚上风凉，苏小姐穿的单薄，喝点热的暖暖死结。陆总，如果您是来视察员工下班后生活的，那我向您报告，一切正常。如果您是来吃饭的，那请便；如果您是来发疯的，出门右转，巷口有24小时便利店，可以买到冰水，有助于物理降温。陆总不吃吗？玉子烧凉了会有腥味。小伙子，咋了？玉子烧不够吃啊？老板娘，这上面的玉子烧、烤饭团、茶泡饭、九蒸蛤蜊，这么多，你们3个人吃不完吧？这浪费粮食可不好。谁说我要在这里吃？今天晚上的备料，只要是这几样菜的，我全包了。不管你后厨还有多少份，10份也好，100份也好，都给我做出来。做好了全部打包，我带走，一样都别给别人留。苏丫头，这朋友是不是这儿有点那个？
陆建言，你今年3岁吗？你以为把菜买光了我就吃不到了？这附近500米内有3家便利店、2家烧烤摊，还有1家正在营业的麻辣烫。你这种行为，除了证明你钱多的没处花，以及心眼小之外，没有任何意义。穿的人模狗样，是个脑残的，可惜了。方奶奶，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位先生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需要宣泄一下，您别理他，照常做生意就行。小伙子，赚钱不容易，别这么糟。想吃啥，奶奶给你做，管够啊！苏瑶，明天早会，我要看到那份文件的修正版。这年头的资本家心理素质都这么差吗？来，干杯！去书店，陆总，这么晚了去书店干什么？买书，如何与下属高效沟通，说话的艺术，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决策。还有，怎么追女孩子不显得像个智障？方奶奶，不知我们有没有荣幸能尝尝您轻易不是人的私房拿手菜？等着，当然有。今天高兴，就给你们做我最拿手的黄油焗蟹和海鲜烩饭。平时我嫌麻烦都不乐意弄，今天破例。看来有些人的离开反而成了今晚最大的福利。裴总，你这算是幸灾乐祸吗？不，这叫竞品分析。看到竞争对手在用户体验上做得这么差，我就放心了。丫头，听奶奶一句劝，找男人就像挑螃蟹，光壳硬没用，得看里面有没有货。刚才走那小子看着咋咋呼呼的，其实就是个空壳子。奶奶，您这比喻绝了，在美食面前，老板就是个屁。比起某人半夜连环 call， 裴松之简直就是道德刁兵。有些钱赚了是会折寿的。陆总，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30分，这是我的私人时间，也是我的私人社交。还有，请您自重，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把生活过成了一张 Excel 表。怎么，他又来骚扰你了？裴总这么八卦啊？干杯！张特助，陆总今天这是怎么了？我看他盯着那份并购案看了半个小时，那一页都没翻过去啊！别问，问就是世界末日。另外，通知保洁阿姨，陆总办公室的绿植换一批。刚才那盆发财树已经被他的眼神冻死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把生活过成了一张 Excel 表格。不把生活过成 Excel， 难道要过成乱码吗？那个姓裴的有什么好？除了会笑得像个卖保险的，还会什么？你最近不是追你的秘书了吗？怎么有闲心找我？我有事问你。让我猜猜，你又失败了？现在圈子里都传遍了，说你爱而不得呢。谁传的？法务部下午就给他发律师函。行了行了，别整那套吓唬人的。说吧，又怎么了？昨天我去找他，他拒绝了，而且他是和裴松之在一起吃饭。陆之言啊，陆之言，你也有今天。你跟裴松之抢人，你拿什么抢？拿你的年报吗？说重点。重点就是你太抠了。我抠？我给他开了3倍加班费。加班费那是员工要的，你要追人家就得把人家当祖宗看，得捧着。我是说请人帮你，不是让你搞商业并购。既然你在细节上比不过裴松之，那就在场上赢回来，送车送包，包下全城最贵的餐厅。谢了，回头请你吃饭。张森，去查一下苏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那个包或者首饰。啊什么啊？还有，帮我联系云顶会所的经理，这周末我要包场。陆总，云顶会所包场那得提前3个月预约，那是对别人的规矩。告诉他们是我要用，如果不行，我就把会所买下来。陆总，苏秘书平时好像不太在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他那个帆布包都背了3年了。那是因为以前没人送他更好的。没关系，我会把诗买下来，把远方开发成度假村，然后把房产证塞到他手里。去办吧。苏姐，感冒了。大概是哪个资本家又在算计怎么剥削我的剩余价值了。距离下班还有4小时03分钟，只要再坚持4小时，就能回到那个没有陆深言的美好世界了。陈助理，把2天后的行程全部推掉。陆总，2天后有个和欧洲代表团的视频会议，涉及3个亿的推迟，告诉他们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备车去新市最大的奢侈品中心。太素了。陆总，这是我们店里的经典款，低调奢华。这颜色是刚从水泥地里捞出来的吗？那个。陆总，那个是不是太闪了？哼，要的就是闪，不闪怎么叫惊喜？包起来。另外，把那一排带钻的配饰都给我装上。就这辆。陆总，这辆车的颜色比较独特，开出去可能会有点……你不懂，女孩子都喜欢粉色，而且在马路上最显眼，安全系数高，没人敢撞这种颜色的车。买。另外，把车里给我塞满玫瑰花。奇怪，最近怎么老是有这种不祥的预感？迷信，只要不加班，哪怕天塌下来，那也是高个子顶着。
车牌能不能搞个520之类的？都要，我要红玫瑰铺满地板，气球要粉色的，还要有小提琴手10个围着桌子拉。陆总，10个小提琴手围着桌子可能会有点吵。那就站远点。总之排场要大。陈助理，你说苏鸟看到这些会不会哭？肯定会哭的，陆总绝对会哭的，很难忘。陆总，据财务总监汇报，上个季度亏损了2个点，笑得这么诡异。完了，我要当场拨打120预定床位了。我要的是那种初恋般的粉色，你给我弄个荧光粉是什么意思？那是用来求爱的，不是用来指挥交通的。玫瑰花要新鲜的，999朵，少一朵我就把你种在花盆里。粉色999玫瑰，加上陆禁言那个糟糕的审美，这绝对是一场灾难。苏秘书，接水啊，这水挺好的，氧气含量特别高。听见了，死亡芭比粉还要把你种在花盆里。陆总要表白，你怎么知道？不对，我什么都没说。提醒一句，陆总的审美通常都在人类审美的名区里。苏秘书，陆总，行程表显示您现在应该在看季度报表。明晚有没有空？明晚我有安排。推掉。陆总，是公事还是私事？私事，很重要的私事。既然是私事，那就不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如果是公事，请发邮件确认加班费倍率。苏瑶，有些事情不是你能躲得掉的。明晚8点，公司楼下。谁也不能阻止我回家宠幸冰箱里那块刚买的提拉米苏。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陆总，极光链虽然是初创项目，但在区块链底层技术上很有突破性。这家公司的背景调查你们做了吗？天使轮投资方是谁？是星辰资本。星辰资本投的项目，你也敢往我桌上递？裴松之那个烂好人懂什么技术？我不希望在寰宇的服务器里看到哪怕一行。陆总，稍微打断一下，关于极光链做了一份补充层意分析，您不妨先看一眼决定。苏秘书，你在教我做事。直接经济损失1200万，这笔钱虽然对您来说只是洒水，如果我们无故毁约，我们在该领域的市场份额将缩水30%。最后您为了膈应他，就要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膊，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风式袭击，而且炸死的还是自己人。苏鸟，注意你的措辞。我的措辞非常严谨。既然苏秘书这么看好这个项目，那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为了外人的项目这么撞你的老板，你的职业素养呢？我的职业素养就是防止我的老板因为一时冲动把公司变成他的私人游乐场。毕竟年终奖是跟公司利润挂钩的，您亏的每一分钱，4舍5入都有我的一血汗。刚煮的100度。你想烫死我好继承我的公司吗？陆总，现在的温度正好是55度，您觉得烫是因为您现在的火气太大。出去工作，还有明晚8点的事，别忘了。好的，陆总。不过友情提醒一下，您手里的文件拿反了。苏姐，刚才里面动静好大，陆总是不是发飙了？没事，陆总只是更年期提前了，顺便帮公司省了一笔公关费。不管陆英言在发什么疯，只要不耽误我准点下班，他就是去火星上种土豆都跟我没关系。今晚的我状态好的离谱。陆总，所有流程确认完毕。玫瑰花呢？保加利亚空运过来的，少一片花瓣我就扣你半年奖金。到了，陆总，999朵，每一朵我都亲自检查过，连只蚂蚁都没有。很好，餐厅清场了吗？清了，米其林3星主厨连那只澳洲龙虾的祖宗18代都查清楚了，绝对身家清白。那辆车呢？停在楼下专用车位了。陆总，真的要在后备箱里放气球吗？你不懂，女孩子都喜欢仪式感。苏央平时装的再冷静，她也是个女孩子。好的，陆总，预祝您马到成功。苏鸟，做我的女人。不行，太直接了，像个土匪。苏瑶，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从今天起，你的顾虑由我来打破。这家餐厅，这辆车，还有我，以后都是你的。完美，简直无懈可击。陆建言，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那个男人看我的眼神，就像是饿了3天的哈士奇看到了一块带肉的骨头。根据我的计算，如果答应陆应言，我的生活幸福指数将直接暴跌40%，而血压将上升20%。还是植物好，给点水就活，从不废话，也不会半夜打电话让人改文件。现在转身跑回电梯，按去顶楼，然后跳伞离开的成功率有多少？苏瑶，陆总，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05分。根据劳动法和公司规定，这是我的私人时间。如果您是想谈工作，请明天预约；如果您是想表演行为艺术，麻烦让一让，挡路了。苏瑶，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看看这一切，喜欢吗？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陆总，您是色盲吗？什么？这种粉色叫死亡芭比粉，您这审美确实挺别致的。苏瑶，从你昨天无视我电话的那一刻起，你就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台词是哪个年代的古董？我陆晋言
活了29，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敢挂我的电话，你是第一个。我承认，以前我只把你当成一个好用的秘书，但是现在我发现你的身上有一种该死的甜美。陆总，首先我挂您电话是因为下班了，其次我是不想加班，最后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我要去赶地铁了，晚高峰很挤的。难道是我的诚意还不够？行动才是最有力的。陈助理，苏瑶，做我的女人，这辆车还有这满地的玫瑰都是你的，只要你点头，以后你不用再挤地铁，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你的时间我买了。怎么太感动了，说不出话来了？陆总，您是不是对感动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另外，您的拉链好像有点卡住了，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设计风格，但在这种场合真的挺别致的。这是最新款的透气设计，为了保持冷静的头脑，身体散热很重要，这是作为一个决策者必须具备的素质。陆总，您的散热理论很有建设性，建议写进明年的员工手册。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下班了，毕竟我的散热系统比较落后，需要回家吹空调。苏瑶，你在逃避什么？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是不是觉得配不上这辆车？我知道你们女孩子脸皮薄，但我陆禁言给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收回来的道理，拿着，这是命令。陆总，您的平均工作时长是每天16小时，且没有周末。如果您成为我的男朋友，意味着我需要牺牲大量的私人时间来配合您的行程。根据我的计算，这会导致我每年的阅读量向40%，看剧时间减少85%，撸猫愉悦值爆掉90%，这是一笔巨大的亏损。我可以陪你，您陪我就是在加班。您性格强势、自我中心，与您沟通，我需要时刻配备翻译机，这会极大的消耗我的脑细胞，甚至可能导致发际线后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总，这辆车的配色在市场上属于妈剑打戏，如果我接受了，不仅要承受路人看视障一样的眼神，未来转手时的折旧率将高达60%。不管怎么样，今天又是准点下班的一天。